杨警官锦上添花。来来来，祝大家富贵荣华，平安顺遂！你们分一下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先坐着，要不要我扶你进屋歇会儿？我什么时候饭都不吃。不用，我好不容易想出了新色的固色法子，我得抓紧染出来。新色？你不是见不得红吗？怎么还染红啊？但我不可能这辈子都不染红。没事儿。你不要再逼自己了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我相信你一定是有苦衷才这样做的。你不要再难为自己了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了沈三郎他们，要带他们去参加东方飞，要带他们扬名。我也答应了我阿兄，要还清华家债务，绝不让华家得逞。来不及了，可是来不及了。那这样，你告诉我加什么，我来帮你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你先坐着。我加什么？槐树花1两，红花3两，再把它们一起磨碎。终于清静逆子，杨警官，杨警官精心布置，才有了窦芳菲如今的盛况。劳苦功高，劳苦功高啊！想必一定累坏了吧？小的请警官喝杯甜水。会场规矩第1条，好好做你的生意，莫要与本官攀谈。什么时候有这个规矩了？正在写，马上贴。三郎做事永远都是周到细致。会场规矩第2条，叫我杨警官。整个蜀地论资，我认第2，有没人敢认第1。这天字1号摊位，可以算是这窦芳菲当中最好的摊位。所有采买的人都需要经过这里。今年抽中的是刘家染坊，可早上刘家传来消息，说家中皆染风寒，不便出门。偏偏这最好的摊位，人没来，有意思了。写完了？啊，写好了。早知道让你写2万字。杨警官劳累了。
我准备了些小食，还请您尝一尝。这刘家摊位空着也是空着，杨警官，杨警官，把它让给我吧。哎，杨警官，把这儿有一枚玉麒麟，就是不知能否和您私下一起简评探讨一番呀？你想要这刘家的摊位，你也想要这刘家的摊位。是。诸葛，你带着他们找一个小心的地方，好好看看，对比一下，明白吗？好，去吧。夫人，你说主人这法子真的好使吗？真能探出杨静兰的虚实？若是他收了礼，不过又多了一个贪得无厌的草包而已，不足为惧。若是他不收这个礼，证明他图谋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，那我们跟主人才应该提防。夫人说的是。散花楼的百年佳酿，送到我心里了。公然受贿，这杨静兰是疯了吗？他越贪，对我们越有利。不错不错啊。哟，极品的玉带牡丹啊，怎么说也得价值100斤了吧？花掌柜，有心了。杨警官喜欢就好。把这份牡丹送到我书房里去。是。杨警官，您这牡丹花都送到书房里了，那这空着的摊位，诸葛啊，安排人摆些茶水，放些草席，给路过的人歇脚饮茶。杨警官，你这礼都收了，咋不办事呢？这些，难道不是几位掌柜们为日后芳菲宴的魁首们准备的贺礼吗？贺礼？啊？怎么又牵扯到摊位呢？难不成是在当面行贿本官吗？诸葛，行贿是什么罪名啊？轻则杖刑，重则处死。重则处死啊！夫人，这怎么办呢？这狗官，分明是摆了我们一道。不关着他们，谁知道又会惹出什么事端来？没有主心骨镇着，迟早会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。他们主心骨一直都没出现，听说在家里闭关。哎，你说这季英英不会放弃了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若知道放弃2个字怎么写，那他就不是季英英了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啊，就这两个。你看，花自天降，风自西南。鸳鸯，好像有人来了。我等的就是人来，不然岂不是浪费了我这丝体面的出场？接着，原来是季娘子。杨警官也来观景。季爷爷，你搞什么名堂的啊？我既然不能参加斗芳菲了，那这些丝便没用了，我就把它做成了花球解闷儿，扔着玩儿。杨警官，这不犯法吧？
谁说不能参加斗芳菲？这丝别没用了。这位小娘子，请给我染这种颜色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下订单。这丝是新色吧？之前未曾见过。不错，这是我季家染的新色，美人既醉，朱颜驼歇，此色名唤朱颜驼。既是新色，需登记造册，如未登记造册就售卖。季小娘子，你这是要吃牢饭的。我何时应了？现在就要卖啊！能登记造册的新色，需配方稳定，光泽恒久。你这新色也未验过，不会是一时偶尔染出的杂色，昙花一现吧？诸位，现在就下订单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？既然诸位有疑，不如季娘子先接了我杨家的订单吧。武旦朱颜驼，登记造册1个月后交货，价格另议。这是定金。杨夫人不签订单，先交定金，不怕英英不认账？我们杨家哪里就缺了这点东西？季娘子有此才华，哪里又只看得上这点东西？形式而已。杨警官，不会连这点小小的要求也拦着不让吧？你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与我何干？多谢杨夫人厚爱，英英定不负所托。不卖而招摇，不造册而预定。杨警官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是啊，确实是坏了我定的规矩了。季娘子把这花球撒的是满场都是，破坏了会场的整洁，需将会场打扫干净才是啊。杨警官放心，我定将会场上那些肮脏的玩意儿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季娘子辛苦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季娘子还没打扫完毕，我自然要留下来监督你。那杨警官好生看着，不要诬赖民女没有打扫干净。今日一场飞花惊艳四座，就算本官罚了季娘子，也挡不住众人求取新丝的决心。也不枉季娘子这一番苦心，只不过什么？朱颜驼惊艳全场，换得了斗金，却换不回人心。杨警官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听不懂别算了。还劳烦季娘子帮忙看看这丝有什么玄妙之处。杨警官这是在求我吗？也可以当做交易的筹码。交易得是公平，我若帮你，我能得到什么？换本官陪同季娘子一起打扫如何？这丝我找人看过，名叫玉皇丝，应该是个赝品。从色泽上来看，与真正的玉皇丝没什么区别，只是手感上有略微的不同，他们不敢确认，所以请季娘子帮忙鉴定一番。真正的玉皇丝染色时必须使用植物灰脂形成色垫才能固色，且调色工序繁复，染料昂贵，多用于织造龙缎，进攻圣上。而我手上这个只是硫磺熏制，增亮固色，使用的丝线也是混合蚕丝，上面颜色也分布不均，品质的确稍差。
既为圣上所用，却又为何用这品质稍差的混合蚕丝呢？那你应该去问染丝之人，问我怕是寻错了对象。也是，本不该问你的。杨警官方才问我那话是什么意思？哪一句啊？本官说的话可多了。人心。人心。人心，亦如这落花，无常势，无常形，因风而起，随风而去，风停花落，聚散无痕。季娘子若想收拢人心，首先得知道，当初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是哪一阵风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哼，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切！扫得差不多了，回去吧。告辞。飞呀，大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天气凉了，快披上。我这刚干完活，我都热死了，我还出汗呢。你披上。哎呀，就是因为出汗才更加不能着凉。阿兄没事，快。快披上吧。林英，林英，我给你煮了驱寒的汤，赶紧喝了。金家大郎，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，早知道我就多煮一份了。无妨，无妨，在下不冷。既然你们都来了，在下就放心了。我先回家帮你跟阿娘支援一下，然后你记得早些回来。哎，半兄，我们一起走。不必了。阿兄，那你喝碗热汤。不必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满城飞花，从今儿起，整个益州城都知道你季家娘子了。是还钱还是卖身？季夫人，你做个主吧。花掌柜，你也知道，近日掌柜们纷纷预购新丝朱颜驼，难道你不想分一杯羹？我愿为花掌柜供丝朱颜驼，不收分文，重拟订单，以朱颜驼来平我季家的欠款，你觉得如何？这丝今天一个价，明天一个价，谁知道你的朱颜驼能风光多久？还是钱款来得让我安心些。我愿让利3分。这可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啊！我是来要钱的，不是来要丝的。今天还不上这些钱，你们都跟我去官府走一趟吧。既然如此，阿兄，去将求购朱颜驼的掌柜们请来，我们把订单接了。800元。800元。700元。
2罐。阿娘，最后一张，你来。今日我季家债务全部还清，你带着钱，现在就离开。日后再想上我季家的门，请先递上拜帖。祝季家娘子日后青云直上，飞黄腾达。花掌柜亦然。夫人，夫人，把钱都带上来，1文都不留给他们。是。多谢夫人。辛苦赵夫人。季夫人、季娘子，前些日子我这儿媳自作主张，前去季家拜访，未尽其礼数，还望见谅。这不，小女刚染了新丝，就先送到赵府，供老太爷赏看。确是好颜色，什么时候登记造册呀？不出意外的话，20日。我赵家愿出双倍的价钱，请季家先为我赵家公司。实不相瞒，赵老太爷不是第一个与我说这番话的人。做生意讲究公平，公司的顺序自是先到先得。浣花染坊若想长久，英英不能破了这规矩。是。但我季家与赵家的交情，英英亦不能不顾。这半筐丝便是英英的诚意，想来也足够您视之景样。季娘子有心了。听说杨家先与了季娘子定金。是啊，当时无人援手，是杨夫人慧眼，雪中送炭。英英应了这个情，也算合理。当然，杨家在锦业向来是仗义之人，各大锦户都求贤若渴。若那时我赵家人在，也定不会袖手旁观。自是如此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英英还要回去染丝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去唤二郎来，送二人回家。是。咱们家的这口气，总算是出了。英英，阿娘还是那句话，赵二郎他是个好孩子，对咱们家的帮衬也颇多。娘之前一直希望你能嫁给他，但是这些时日发生的事，也让娘想明白了，退婚未必是件坏事。如果有一日你真的嫁进赵家，还不知要受多少难堪。阿娘，英英也还是那句话，赵家是赵家，赵二郎君是赵二郎君。傻孩子，嫁娶从来就不是2个人之间的事，是2个家族。赵家如此，娘是担心你日后受更多的委屈。伯母，洋洋，阿娘，我去街上走走。
你老瞧着我做什么？你要再不说话，我可就回家了。按照你的绣帕，我把花本挑出来了。真的？嗯。我就知道你定能做出来。你有了花本，便是没有我的朱颜驼，你阿翁也会放你自由的。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专为我而来，就是不一样。只是我还是慢了些，如果再快点，没准儿能看到你的飞花。你想看？啊。那你把眼闭上，不许睁眼啊！嗯。专为赵二郎君一人奉上这飞花，可还满意？有生乃忘。朱颜驼只是开始，待我与陈三郎他们和好以后，我便努力发展壮大染丝会。等1、2年过后，你们赵家一半的丝都得从我们染丝会进，你们赵家的人都得上赶着来巴结我。哦，那这么说，这几年我要不当个解王什么的，还配不上我们英了呢。那你可得努力了。好。哎呀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与陈三郎他们和好。我接了好些朱颜驼订单，我都忙不过来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哎呀，快点走，快走，怎么那么慢？要我说，人家季娘子诚意十足，那一天来3趟，你就坡下驴就得了，搁这犟什么犟？爱救你救，老子伺候不了。可能锁骨不在。你在家吗？六郎说他不在，请回吧啊！我二兄跑了1天，没一个理我们的。也不是全然无收获，至少如今咱们的阿姨阿娘是信服你的，便是我阿爷也不管我。生意谈成了，朋友没了，得不偿失啊！阿玉，你这酒馆就非得什么人都招待吗？那些无所事事、多管闲事的家伙，以后能不能不要让他进了？付我双倍酒钱，我保证你以后再也看不见他。不值。哎，朱哥，我听说登记造册这事必须由本官亲自干也。那我若是不想呢？啊，那就没办法。杨警官公正廉明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我不是无所事事、多管闲事吗？茵茵失言了，自罚3杯。够了。不过是句玩笑，何必如此当真？做生意，能屈能伸便算了。做人也要如此吗？于杨警官而言是玩笑，于民女而言，却是生计。是本官失言，抱歉。姑娘不高兴，谁也别想怪我。他半夜醒来，都会觉得自己无理。你们看一下六郎家的丝像不像头发？哎，以后你们谁脱发了就找我。哎，我觉得大都用得上啊。哎呀，你们快点吧！你吵什么吵？嘿，好巧啊，我们又碰面了。来看看我新染的朱颜驼丝。哎呀，
这天儿太热了，也要到林子里边待会儿，你们去不去啊？听到没？国舅爷来了，吴国舅爷回林了。哦。小气鬼！茵茵，你等我，我去跟他们好好说说。你们也太过分了！我们哪过分了？我们有他季莹莹在林祖记过分。茵茵是真心诚意想跟你们和好的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还一起喜事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们就一直不理他？他一口一个要嫁入赵家的时候，把我们当朋友了吗？季阿兄不是说了吗？那都是误会，是被花掌柜算计了。我阿娘说了，人无信不立，就算是被算计了，那他为了他阿兄就可以抛弃我们吗？生意没了可以再做，那人要是入狱了可就清白不了了。孰轻孰重你们都分不清啊？要我跟他和好的话，没门儿。你们呢？你们怎么说？三哥，你说的就是我们说的，咱们兄弟齐心，绝不心软，绝不心软。谁今天要是理他，谁就是这个。簪子还我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哟，不客气了还不客气呢，好厉害！今天没那些个儿郎们护着你，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样的不客气。我答应了我阿娘不打架的，你们不要逼我动手。那我们今天还真想逼一下你看看了，就逼你怎么了？就动你再动我一下试试？就动你，就动你！连个簪子都抢不回来，笨死你得了！给。雷祖记的是。之前的事情是我没得选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们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，你们没有任何错，是我季莹莹，对不起大家。你们还愿意跟我一起做生意吗？六郎，张六，这个你是这个，你们都是这个。哎，我能理解是你们同意了吗？换自己得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给我们的染丝会都起了一个新的名字。啥名字？飞花会。飞花会。只要我们想飞，世俗桎梏，高山湖海都挡不住我们。那些大染户，要么背有靠山，要么沆瀣一气，才会垄断丝业，欺行霸市。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守望相助，只要我们的丝足够好，我们总能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再也不让别人欺负我们了。我们绝不以出身论英雄，绝不固步自封，绝不攘内排外，携手并进，扬名一州。你们愿意加入这样的飞花会吗？不是，你能不能别说那么多？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飞花会的话，爷还是不是名誉会长？当然。那就行，飞花会，飞花会。飞花会，飞花会，飞花会，飞花会。
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大声点儿！今天你说能帮我卖10坛酒，那日你在我酒馆砸的那些，我便不计较了。那日实在是有辱斯文，还请女掌柜不要再提了。那有什么的？兄长替妹妹出头，那是我羡慕不来的。当真？当真。这比只卖4的时候热闹多了。哼，这回没人敢拦着爷卖东西了吧？你要卖什么？卖弄姿色。没。怎么不见赵二郎去呢？今日不来吗？他需要抓紧之紧，还晚点来。现在赵老太爷也不约束你和他见面，是不是坏事情？如今他展露才华，老太爷怕又觉得奇才可居了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啊？你觉得我配不上他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与你玩笑呢。只要我们两心相印，山海无阻。哎，这位娘子，你的帕子。多谢季娘子。怎么是这杀星？你认识他？牛五娘子，牛副都督最小的女儿，命中带煞，连克死了2任丈夫。整天不是戴个面纱就是戴个面具，人还特别傲。比你还傲？上次爷跟他说话都不搭理。他连你都看不起，那我们这些小民小户在他眼里岂不是跟微臣一样？哎，他刚刚叫我季娘子，他认识我。被他认识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文君酒，我阿兄什么时候改行卖酒？15文钱2坛。我要10坛酒，送人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做是想补偿我，还是想让你自己的心里好受点？是我打扰了，告辞。这钱，有钱自然要赚。那这荷包是？这是我以前买来送给你。不要了。不要了。以前的人也好，物也罢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哎，你们说我阿兄和杨大郎比怎么样？比什么？比身高吗？那杨敬山赢了。比才华。杨敬山可是一州景王。那比人品和风度，我阿兄总赢了吧？比人品，你阿兄赢了。杨警官，请坐。哼，你来干什么？上次的事也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昨日闲来无聊，在山中抓了这个，本想送给我的好兄弟嘛，但是吧，好兄弟，你最好。哎，这是你们今日要卖的。杨警官想知道？说说吧，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这窦芳菲的花魁，选的是正经的有文书入场售卖的染户，那些靠歪门邪道的不管用，没份得，还有脸到这儿来凑热闹。本次窦芳菲盛会第3名，共售卖170贯。王氏染坊王掌柜。王掌柜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孙掌柜，你这彩头是他给添的。多谢杨警官，多谢孙掌柜。窦芳菲盛会第2名190贯，孙氏染坊。
这不巧了吗，孙掌柜？你这彩头啊，是王掌柜给添的。你若是不喜欢，大可把你的玉麒麟给换回来。喜欢，喜欢。谢谢杨警官。谢谢王掌柜。诸位，本次窦芳菲盛会的魁首共售卖230贯花式染坊。黄掌柜，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谢谢杨警官。这牡丹太小，再说了，本官也不喜花草，花掌柜下次送礼可要多花些心思了。还有啊，其他的掌柜们也请放心，你们所添的彩头，稍后会逐一还给各位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啊。飞花会的季娘子，他们没有入场文书，不能算作在内。不过，他们的朱颜驼总共售卖了多少来着250贯！250贯！这250贯，这比魁首季娘子我知道。这飞花会是什么呀？哎，诸位，来呀！我们飞花会是由幻花染坊、落霞染坊、映溪染坊、流月染坊等联合成立的新行会。虽成立不久，但亦有壮志。我们立志做这益州城最好的染货，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绒花。这是我们飞花会用各家特色丝线染制而成，寓意荣华富贵、平安顺遂。今日送与诸位，以表我们飞花会一点小小的诚意，祝我们益州丝业百花齐放，各尽芳菲。这是我家年叶子做的，愿大家万事顺遂。这是我家的红蜘蛛，愿您平安如意。这是我家的剑士兰，祝大家福寿康年。我家的松花与苍浪，穿上端庄典雅，不显胖。我家虽然没有花，但爷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多多支持，以后都是朋友。若是大家喜欢，欢迎来飞花会。来！多谢杨警官锦上添花。来，祝大家富贵荣华，平安顺遂。你们分一下。来，记住啊，我们是飞花会，需要订丝就找我们飞花会。你怎么了？来，平安顺遂，富贵荣华。哎，你们还要吗？是主人来看咱们的吗？蠢货！主人不是来看咱们的，他是来看金英英的。季英留着就是个祸害。莹莹，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。分明是我来迟了。是我来迟了，都没能赶上看你采花。那既然迟了，可愿受罚？愿。抬我。以此为契，那日后的几十年，你就慢慢赔给我呗。赔。原来你看中的是景王啊！因为祖父答应我，
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王，就允我向季家提亲。怎么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？莹莹，能放起来？啊，放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骨折没好。多谢杨警官出手相助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私恶现案的，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今日我飞来横祸，可全靠了杨警官在芳菲宴上的顺嘴一提。杨警官不会不管了吧？季娘子此言差矣啊！别忘了是谁让我锦上添花的。可是那花掌柜都要杀人了，这明明就是对您不服啊，对您威严的挑衅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归县令管。杨警官若是不想插手，又何必出手相救？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？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啊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那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英英，你与这杨警官很熟悉吗？我与他相熟是因为有事相求，我与你相熟是因为我想与你相熟。杨警官，杨警官，跟上那刺客了吗？咱们的人暗中盯着。你看这支箭，这是军中之箭。华家背后之人来头这么大吗？华家是个突破口，一定要往下查。咱们的人来报，那刺客死了，是突然飞来的一支暗箭所杀。死哪儿了？在华家的一座别院。夫人，夫人你回来了，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主人说什么吗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夫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说句话，要不然我害怕。是不是主人要责罚我们呀？他让我上缴所有的私账，命令我
以后再也别插手金莹莹和山上的事。那你就说这些事都是我干的，一定要罚我。霍向荣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要我们了。我知道的那么多秘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那么现在就走，马上就逃。逃不掉的，他是会杀人的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，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。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不送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走，差他个底儿朝天。哎，往哪儿去啊？哎，走。杨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车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
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脚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、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，那这批丝去哪儿了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没错。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来吧，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的天天增狗的吗？金英，杨景然，你看多乖呀，不叫，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给我抓这么乖乖？乖乖乖。果然啊，我犬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没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乖啊。花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季娘子啊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顿益州锦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，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
杨警官，求你放过我吧。3天了，还没开过窗呢。我曾听人说啊，这人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，轻则疯癫，重则暴毙。郝掌柜，我劝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民女赵，民女贪财，又忌惮金英的才华，所以故意捏着季家的债务，想借此打压季家。陷害季耀庭也是民女布的局，为的是逼季英放弃赵家老太爷的推举机会，好收下季家做母仆。后来季英染出了心色，民女才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了买凶杀人的勾当。民女知道错了，求杨警官看在金英并无大碍的份上，饶民女一命吧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哼，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原来他当真是身不由己了。除了买凶杀人，可还有别的罪行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你在浣花溪做了那么多事，背后是谁在给你撑腰？都是民女自己在生意上有图谋。那你用着玉皇丝，是要图谋什么？这丝，你是想在山上给自己织一件龙袍吗？我只是负责把这丝线送到北林口的山洞后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民女只是被逼着做生意，其他的是谁来逼着你？不说。你是觉得逼你的人会来救你，还是指望花小龙回来救你啊？亦或是因为花小龙那个人不得不来救你？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？有。釜底抽薪，你我之间走一个人。如果我走了，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你留下来一定活不了。但若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他投鼠忌器，至少会留我一条命，甚至捞我出来。花香荣，你在外面，是我活下去的希望。给华掌柜再加2个火盘，把这里照得再亮一些。锣，给我敲得勤快点。
说的可信吗？即便有诈，也得有真，要不然怎么能诈到我？你这是以我自焚啊！放心吧，烧不到你。如今咱们手上没有其他线索，就算是有诈，咱们也得试上一试。先让暗卫去他说的那地方附近搜查一番，如有异常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过去。好。手臂打直，双膝弯曲，完成的。别缺屁股，重心下沉。哎，没有让你下这么沉，起来。哎，好，停，腰挺直了。哎，我还要回去染丝呢，那总不能大家都在劳作，我这个会长在这偷懒吧？你不想想前2天是谁差点让人给害了？我知道你为了我好，但蹲下。但若我下次再遇到危险，我不能光蹲那儿脱困吧？要不你教我点别的，更实用一点的，可以一招制胜的那种。店里这么冷清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练武呢？啊，来，我教你2招。你若是再教我蹲马步、打木桩这样的，还是算了，我实在不是这块料。你放心，根据那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这一招绝对适合你。看好了，如遇危险，瞄准敌人双腿之间的会阴处，全力一踢，一招制敌，非常好用。倒也不是不可以。试试。啊！哎，你真要试啊？看着挺疼的，你脚会更疼。你别笑了，你就不能教他点正经的？行吧。哎，我教你点别的。还有什么招？教你骑马怎么打。这有什么用？打不过可以跑啊！你骑了马，别人追不上你，包教不会。可是你要教就好好教，我给你拿点点心去。你今日来这儿，不会只是为了教我功夫吧？我今日前来，是为解你心中所想。如今我心中最要紧的便只有一件事：朱延陀登基造册。一周的核印已经完成了，印呢，我也盖好了。明日我便派人给送出去。谁去送啊？诸葛吗？他呀，送命还差不多。这花掌柜的背后，可不简单呐。他已将所做之事，都向我招了。是我先前一直觉得你一心生意，无心其他，可现在看来，你确实是无暇有心。能将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我失言了。这满益州城，有富裕季家的，唾弃季家的，冤枉季家的。但向季家道歉的，杨警官是第一个。